神经亮了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秦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佳佳。这一次为了养好安宁，有健身或者做一些准备吗？有，其实这虽然健身成果还是不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健身成果可能还是要靠后期什么的哈，完全不用靠后期。不，我想讲一下，人鱼线、马甲线都有。我们这个戏啊，因为我以前没有跟兰兰合作过，我觉得她真是我见过最自律的女艺人。内卷了是不是？就每一天我都生活在那个内卷的气氛当中。就是比如说一天10几场，然后拍完了，我说兰兰你回去干嘛？她说跑步啊，健身啊。我当时在现场就听到心碎掉的声音。没有，关键你也是，你看你每天有的时候晚上我要吃饭，我就说佳佳你吃吗？我不配，我凭什么吃？我就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么冷天，我想我更不配，我也不吃了，但拍出来依然很胖。先给自己留点余地吧，好不好？别把话说太绝。同样是职场精英，苏菲对比莫向晚有哪些反差呢？那我觉得她跟莫向晚的反差还是蛮大的。苏菲这个角色她很多面，就她特别丰富，然后她很纠结，她很痛苦，她很可怜，她甚至有的时候手段很狠，不留余地，就她囊括了特别多的元素，所以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两个职场的女性的角色。那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们非常喜欢的对手戏吧。有一个就是你在浴缸里边，你要往后仰那个，然后冲进去跳楼的那场。对，跳的那场，就她难过的时候会有我在。然后有一场也是佳佳特别好的一场，就是在车库里，她的一些身世跟她一直压抑的生活，然后那天终于把她疮疤撕开了，然后她就是那种炸裂式的表演，因为之前已经有一条特别好了，然后后来就是导演说你想以她的能力应该可以更好吧，再来一条，结果真的没有到几秒钟酝酿，然后就是一气呵成。我需要几秒钟的酝酿，就兰兰拍哭是完全不用酝酿的，绝对是内卷。哎，朋友们可以转台了。这真的，因为我觉得跟表演非常舒服的人在一起演戏是，没错，挺幸运跟很幸福的事情。你们觉得在剧中哪个时刻苏菲和安宁认定了彼此是朋友呢？我觉得我真正认定安宁，当我跟她的一个女性朋友发生了非常直接对立面的时候，我想让她帮我一次。其实我在试探她。他居然走出，我们俩想的是一场戏。对，我在上台，我说可以吗？我要约这个人要见面。他说可以。其实我们两个是有共同价值观跟道德观的。他虽然跟那个人是朋友，但是他不认同他的道德观，所以那次他帮了我，我会觉得，他开始站边了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可以收这个人为我的人了。我们俩居然想的是一场戏。你还记得那一场我给你买了杯果汁吗？对，我就从那杯果汁开始，然后你倒了一半，你给我了一半，我本来那一杯是买给他的，他说我只喝一半，一半分给你。那还是我们自己家的。对，在那一刻起，安宁绝对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可靠可信的朋友。细节决定人品。是的，他是可以跟你分享一切的人。我觉得我们都是有自己刚性跟坚持的人，我们都是对生活不低头的人。我是觉得是一种价值观的啊，就是我会认为他们俩其实都寥寥分明，就是我们是分黑白的。有自己坚持，有自己的坚持。对，但是你不触及这个底线，其实都无所谓。过了这个真诚的底线不行。分享一下你们眼中的对方吧。最温柔的，对，我经常说他骂人的语气比我平时说话的语气还温柔。我就没有骂人，不是，就比如说你说锤死他，我说好的，一听就觉得他说我是不是很凶？我说对，奶凶。可能嗓子不好吧，就是给人一种假象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挺凶悍的。没有，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温柔是一种豁达的一种另外的表达方式，就是心比较大。对吧？对。但是其实生活中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生气的人。每天一到现场，我们大家都特别希望兰兰来，就他一来就是对，如沐春风就来了。就每天导演也在问说你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我在现场比较开心，可能因为你们都在吧。我觉得这个可能这种感染力能给大家带来，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。我觉得他是很刻苦、很认真的，非常用功，他把时间跟心思都放在表演角色上。会让我看到他非常认真投入。我们前两天还在聊一个《雄狮少年》一个动画片，哇，对，他介绍我看了2遍。我们在戏剧上的审美很多方向很一致，对，说我们对这个行业还特别的有敬畏心，就像《雄狮少年》最后一样，我们永远要离一个更高的标杆，再告诉你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安宁
宁是一个酷女孩，和苏洛谈恋爱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一种大哥和小弟谈恋爱的即视感呢？非常有。但你也很温柔，跟我弟在一起的时候。大哥不温柔吗？大哥也有柔情的时候，也可以有柔情的大哥。铁血柔情是吗？其实我觉得酷是一种真实，就是他越真实，他越直接。苏菲有句台词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话少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安妮。安妮确实话不多，她就是基本上我不说那么多，我就去做。我觉得这一点蛮酷的。在合作的过程当中，有被对方惊喜到的瞬间吗？我是觉得兰兰赋予了这个角色很多戏外的优点。我这个也跟你聊过，我说看剧本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角色让我感觉更怎么讲，更直或者更激烈，但是反而他赋予了这个角色很多的辛酸委屈和那种，他把这个东西演得很透，还有趣，还可爱。无论怎么样，他不能过于的脸谱化，尤其有情感、有孩子、有家庭。就拿那一场就是浴缸里来说，但是他有就轻松一点点的东西在里边，哎，我就觉得兰兰真是加得很妙。他还问我说我好难过，我好想哭。我说那你就哭啊。他说但是我在你面前哭会不会很丢人？我说好没有面子。你都这样了，你还有啥面子？那我可以哭，你当然可以哭了，你就哭呗。因为我是他的上司，他是我的上司，我觉得他加这些又很合理又很可爱，然后就一下就把这个角色变得很丰富了。我也就说，我说你都这样了，你还害怕丢什么人？完全演成了一个喜剧是吗？他就是很丰富，他很多彩。对安宁来说，爱情意味着什么？请聊聊她内心的情感和想法的转变吧。其实安宁在她就是对爱情保有着最美好憧憬的那个阶段，她是遭到了欺骗的。我觉得安宁整个过程，她就像灾后重建一样，一个人作为单亲妈妈，带着孩子颠沛流离，受尽了生活的这种压迫。从我认识了苏菲以后，她就像一个阳光，把我有裂缝的生命给点亮了，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我觉得就是苏菲对安宁的帮助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女性之间的友谊，她帮我建立了我完整的自我，我建立了我自己的事业。我相信一个女生一定是说你在事业上你能做出一番起色的时候，你会非常自信。你那个自信是来的非常有根基的，非常坚定的、踏实的站在这块土地上那种感觉。你当有了这一切的时候，你才可能会去想爱情。爱情对于生存来说，有时候是个奢侈品。你先要满足生存，你要满足自我意识的一种成长，以后你才会去有能力去想这些。大家都说你把姐姐这个词诠释到了最好，你怎么看？我肯定不是专业户，姐姐肯定是姐姐，因为年纪摆在这儿，对吧？我很感恩市场，就是能给像我们这些大龄的女演员们，还有你的土壤跟途径，遇到每个角色跟每一个戏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热爱，然后才去演的。可我觉得她很少女，就是你就心智不成熟。她喜欢琳娜贝尔，她会每天给琳娜贝尔但是我觉得拍非常多的自拍。拍。你看你这样就不对了。琳娜贝尔就没有年龄界限，是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平等普世，谁都可以喜欢琳娜贝尔，不是说只有少女。那个很少女，哪有？以自己的就是琳娜贝尔自拍的视角来给人家拍照片，还叫人家起来表演才艺什么的，我觉得特别好。为什么不？我们80要喜欢琳娜贝尔，就要这样啊！我有点不太好的人把人家的朋友圈分享出来，但是我就觉得他就是这种举动，他就是很可爱嘛。我没有，我就是平时喜欢搞笑，我的表情包都是他。那你可以给我们模仿一下琳娜贝尔的撒娇吗？啊，我不会撒娇，她就是那样的，然后就这样的，就很可爱，然后转圈圈，还有个大尾巴，很可爱，然后摸脸，太肉麻，所以我就觉得她特别治愈，我觉得。你们如何理解灿烂的转身所传递出的能量和信息呢？那种女性之间的友谊，我觉得这种剧啊，我真看100集都不嫌多。我是觉得我们这期确实有很多女性温暖的，就是女生帮助女生，对，还有就是自己救自己。我们里面有几个姐妹，就会互相依靠的。当然，我跟安宁是最近的，可能会更深刻一点。我们两个都是先失败了，再去经营我们的生活跟成功。
其实它是一个很弧线、人生弧线的一个故事，应该都还挺有收获的。还有，我觉得我们这个戏真的不只是针对女性观众，对，其实我们写了很多它的这种关系啊，它男女反而很模糊，我感觉真正的平等其实是去性别化的，对，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，就是这个事情女生干也可以，男生干也行，对，这一点我还蛮期待的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热衷于分享的人吗？我就最近才分享，因为老被他们 diss， 因为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刚有微博，就喜欢自拍，写些有的没的，然后他们就经常会笑我，就说，就有一天我就写了一个晚安我的心，哇，就被粉丝们笑爆了。哇，为什么？就觉得啊，你才3岁吗？你怎么会写？但那时候真的就不是说把它当日记那种，随笔小写一下。近段时间我终于更松弛的就觉得心不可以。对，以前我经常会发这种有的没的什么什么世界什么很拥挤，然后就类似这种东西，什么点各种人会有倦怠期，然后现在我又回归了，因为我觉得反正就做自己想做的就好了。而且他也一直说你什么时候能发来9宫格，发点照片，那我觉得一直在剧组拍戏，没什么好回馈给他们，然后就对拍点照片给他们。两个人都是很好的演员，在演戏方面会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吗？会有一些奖项的野心。你之前也是80后唯一一位金鸡百花双料女配啊！真的很优秀哦！今天得到你的夸奖，好，乖了，晚安你的心哈。好的，平静一点。晚安我的心。就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。就是好像那种就是那种荣誉感会让我开心很长一段时间。对，当然我觉得就是做这方面的努力，问心无愧吧，不要辜负自己的努力。关于表演，你会有对更高荣誉的期待吗？我觉得不管你有一天能不能站在那个上面，第一个我们要敬畏那个荣誉，第二我们要努力。就是有一天可能我也没跳上去，但我们梦想还在，我也摔下来，对，但是我们那个狮子头要抛上去，我们的梦想在，我们的精神上去了，它就永远会在那里。对，秦岚老师呢？你会定一些小目标吗？我是一个特别随遇而安的人，我会觉得可能以前很小的时候会有一些期待跟向往，但是你会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是你走到那一天你才知道，所以慢慢更会让自己就是过好每一天。为什么每一天在现场会那么开心？就会觉得只有即刻可能是永恒，是没错。所以可能对于我现在的状态，我的感受就是每一天快乐是我很大的收获。而且你确实做到了让身边的人都快乐，除了太自律让我有点痛苦以外，因为我会觉得你要做别人所不能吧，你才能收获别人所不能收获的。就一定是你要先种一颗种子，它有一天才能够会长成你想要的样子的一棵树。我会觉得耕耘很重要，然后用功很重要。你一直有你的梦想，那你就要为之付出你应有的努力。如何每周3准时 get 神剧亮了最新节目呢？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神剧亮了官方，一键订阅，或扫描二维码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、微信公众号，掌握最新剧透，追剧不再 lay back。